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想来分析一下川普关税战的底层逻辑。为什么川普2025年4月2号要对几乎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不分盟友和对手，一口气发动无死角、火力覆盖全地球的关税战呢？这好像完全不符合常理，对吧？贸易战不是应该拉拢一派，打击另外一派吗？怎么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呢？美国到底是图个啥？这么做不是把自己推到全世界的对立面，自绝于国际社会吗？我认为川普之所以学慈禧太后对全世界宣战，而不是尽可能的拉拢潜在盟友，集中火力打击几个特定对手，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博弈论的逻辑。川普政府这么干是为了破解囚徒困境，是为了跳出过去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日益被动的囚徒角色，摇身一变，把自己变成囚徒困境这个游戏里的警察角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说以前的美国像是一个囚徒？川普这一招全球无差别攻击，怎么就能够把美国变成囚徒困境这个游戏里的警察？那些囚徒们有没有反制的手段？而警察这个位置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中国在这个新游戏里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先来说为什么在这一次川普对全世界发动关税战之前，美国在全球贸易博弈中像是一个囚徒。这里就要用到非常著名的那个囚徒困境模型了。两个一起犯案的小偷抓到之后被警察分开来审讯。如果两个人都死扛，什么也不招，也就是两个小偷相互合作，不相互背叛，那么由于证据有限，警察只能够判他俩各坐牢1年。如果这两个小偷里边有一个人招供，也就是选择背叛同伴，而另一个人选择死扛，那么招供的这一个人有功，直接放了，而死扛的那一个由于拒不合作，他会被重判10年。而如果两个人都招供，也就是相互背叛呢，那么因为他们都有污点证词，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合作态度良好，他们会被各判5年。那么对于两个小偷的这个整体来说他们都扛着不招，那么就会因为警察拿不到过硬的证据，他们的刑期会最短，他们的整体利益会最大。但对于这两个小偷的个体来说呢，无论对方招不招，自己招供都是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因为相互背叛总好过万一对方招了，而自己因为拒不合作被重判10年。结果呢，这两个理性的小偷往往都会选择背叛，这就导致比相互合作更加差的结局。囚徒困境的核心就是在两个个体没有足够强的相互信任的时候，个体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那这和全球贸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假设美国的终极目的是指向中国，现在呢，他想联合盟友，比如说欧盟、日韩这些国家一起来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或者是在高科技领域围堵中国。美国和他的盟友就像是两个囚徒，他们商量好一起在审讯中死扛到底，相互不出卖对方。如果大家都遵守诺言，相互合作，那或许能够达到限制中国的目的，维护美欧日韩他们的整体利益。但问题是，背叛的诱惑太大了。中国巨大的市场，物美价廉的商品，对美国的盟友们来说是难以抗拒的。他们会想，如果我不遵守约定，偷偷跟中国做生意，而美国还在傻扛，那我的利益就最大化。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呢，那至少我也没有吃大亏。你看对于盟友来说，无论美国怎么做，自己选择背叛，也就是优先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与中国保持贸易，似乎都是更加理性的选择。这就是过去美国面临的困境。美国想建立统一战线，但是盟友们却各有盘算，嘴上说团结，身体却都很诚实。美国要求盟友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卡脖子，但是荷兰阿斯麦尔、日本东京电子，他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呢？你怎么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偷偷的背叛呢？美国搞有案外包，让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墨西哥，那这些国家难道不会成为中国商品转口的新通道吗？他们难道不会一边拿美国好处，一边又深化与中国的联系吗？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就是一个试图组织大家合作，但是却始终无法保证盟友背叛的囚徒。而中国呢，利用它的市场和制造能力这个巨大的诱惑，在这场游戏里就有意无意地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囚徒各个击破。好了，我们现在理解了过去的困境，再来看川普2025年4月2号这记重拳，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加征关税。
为什么说这一招是把美国从囚徒变成了警察呢？关键就在于它改变了整个博弈结构。如果我们假设目前这一场关税战，美国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中国，那么以前是美国拉拢盟友来对抗中国，但现在川普的玩法是，我美国不跟你们玩联合对抗了，我现在要定一个新的规矩，所有想往美国卖东西的国家都得给我来交保护费。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变了，美国不再是平等的博弈方，不再是囚徒中的一员，而是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美国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武器，单方面改变了全球贸易规则。所有的其他国家都被置于一个新的囚徒困境里。这一次，他们就不再是和美国一起选择是否对抗中国，而是直接面对美国这个警察做一道新的选择题：是继续维持现有的模式，包括与中国的联系，代价是承受美国的高关税呢，还是改变贸易行为，讨好警察，换取关税的豁免或者降低呢？换句话说呢，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提供国，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甲方。但是过去因为各种原因，他却一直以乙方的姿态来行事。这一回呢，川普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不对我们是甲方啊。现在我们站在任何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也就是新的这场囚徒困境游戏里的这些囚徒们的角度来想一想，局面变成了怎么样？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选择合作来抵制关税，集体提高关税，与美国打贸易战，死扛到底，那么美国最终可能会因为国内通货膨胀这样的一些压力，最后不得不让步。这当然是这些囚徒们的集体最优解。但是谁敢保证别人不会偷偷的背叛呢？万一别人都去跟美国媾和了，你硬扛到底，那你就有可能成为最后唯一的输家。但如果你选择背叛，主动迎合美国，而其他国家还在硬扛，那你可能就是第一个获取关税豁免的人，你会抢占别人的市场份额，这对你来说个体利益就是最大化的。如果所有国家都争相背叛，抢着向美国表忠心，那结果就是全球贸易格局大洗牌。各国会在关税谈判中许诺调整供应链，减少对华依赖，增加对美采购，那这就正中了美国的下怀。他利用警察的地位，迫使其他国家为各自的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出卖，这就达到了重塑贸易格局、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对手的目标。这就是川普这一套打法的核心逻辑，通过普遍关税制造出一个人人自危的局面，把全球扔进一个新的囚徒困境里。所以呢，这张牌一出美国就不再是担心被背刺的囚徒，而是手握奖惩大权，坐看那些囚徒们为争取宽大而相互出卖的一个警察。川普赌的其实就是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单一的强大的警察，这些分散的各有私利的囚徒们是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反抗的，最终他们都会倾向于选择相互背叛，迎合美国以求自保。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可以印证这个推测，就在川普宣布关税战的第二天，4月3号那天，他的小儿子埃里克·川普发了一条推特，内容是这样说的：我可不想成为最后一个试图和川普总统谈判贸易协议的国家，第一个谈判的会赢，最后一个绝对会输。我觉得这条推特简直就是对我们这个囚徒困境假设的完美印证。川普团队期待的就是囚徒们争先恐后的背叛，抢着第一个来谈判，生怕落在后面。我觉得囚徒困境这个模型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川普的关税战不能够慢慢来，为什么不能是关税一点一点的往上加，而必须是先开出一个天价。这是因为囚徒困境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囚徒之间没有足够强的信任关系。如果警察给两个囚徒足够的时间空间去协调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办法相互约束，达成合作。所以呢，美国这个警察必须要以快打慢，在短时间内给各国造成极大的压力，逼迫他们在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框架之前，就不得不先来向美国求和。这就是这场关税战为什么必须这样疾风骤雨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推论如果这个囚徒困境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川普团队还会非常希望另外一个局面出现，那就是在他宣布了关税战之后，立刻出现正面典型和反面典型。正面典型就是迅速投降的那些国家，选择立刻背叛盟友的。
那么美国呢可以拿它来树榜样，给他们足够大的胡萝卜，来引诱其他的囚徒竞相效仿。而反面典型呢，就是那些敢于正面硬刚、强力反击的。美国要对这些反面典型施加非常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有了这一正一反的标杆，警察的人设就很容易立住，威慑力也就更强了。事实上呢，就在川普宣布关税战之后不久，这样的正反典型似乎就真的出现了。首先是中国迅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4月4号，中国宣布对所有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高达34%的报复性关税，同时还有其他的强硬报复措施，这就显示了非常明确的对抗姿态。中国的反应无疑是给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敢于反抗的榜样，但是也有可能遭致美国更加严厉的打压。中国的位置呢，本来就是最特殊的，它既是囚徒里的一员，也是这场游戏里美国的终极目标。现在还成了反抗的典型，那局面就更加有趣了。而越南的策略呢，正好相反同样是在4月4号，越南领导人苏林与特朗普通了电话，释放出非常强的谈判意愿，表示如果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话，越南愿意把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降到0。这当然就是想要成为埃里克川普口中那个第一个谈判会赢的国家。同样有趣的是，越南这个典型呢，同时也是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所以也是典型叠加典型的局面。所以呢，接下来川普政府如何分别对待中国和越南这两个正反典型，是观察他们的这个警察策略能不能够奏效的关键观察窗口。尤其是面对选择硬刚的头号目标中国，川普会如何出牌，这会极大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判断和选择。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能够看到后续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囚徒们的反击。美国想当警察，但是囚徒们就会乖乖就范吗？他们有没有可能联合起来打破困境呢？当然也是有一些办法的。囚徒们手里的牌其实也不少。比如说第一张牌是选择硬碰硬的对等报复，你加税我也加税，尤其是欧盟、中国这些大体量的经济体，报复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主要的几个经济体都对美国加征关税，那美国的出口商会损失巨大，冲击美国的经济和就业，会带来非常大的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再比如说第二张牌，选择精准爆破。其他国家的报复会精准的打击美国政治敏感领域，比如说打击农产品，打击影响共和党票仓的一些行业，这会加剧美国的内部分裂。另外还有一些利用国际诉讼寻找局部联合呀，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但是呢，无论如何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囚徒困境的魔咒始终是存在的。除了独立硬抗之外，要实现有效的集体反抗，就需要克服巨大的协调难题。不同的国家受关税冲击的程度不一样，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他们反击的意愿和能力也都是不一样的。谁先投降，谁就占据最大的便宜，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始终是徘徊在所有囚犯的头顶的。囚徒困境的这个核心逻辑是很难被彻底绕过去的。而且美国这个警察也绝不会坐视囚徒们团结起来，他很可能会采取前面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来瓦解囚徒们的联盟。所以呢，总的来说，囚徒们并不是待宰羔羊，反击手段也是不少的，但是囚徒困境的这个魔咒很难彻底的解除。利益分化、美国的分而治之，还有短期利益的各种诱惑都会让有效的集体反抗变得困难重重。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警察那边，美国这个警察难道就高枕无忧、坐收利益吗？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警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当警察很威风，但是代价很大，风险也相当高。比如说经济上，加征关税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损害依赖进口的企业，减弱经济活力，会使美国自己的经济效率下降，提高衰退风险，而且维持复杂的关税体系也会产生巨大的行政成本。再比如说政治外交上，不分敌友的这种施压会疏远盟友，加剧地缘政治紧张。过去美国之所以一直扮演乙方，也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嘛。再比如说长远来看，滥用经济手段也可能会削弱美国自己的长期影响力。而且美国是不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共识来长期维持这种高压，这也很值得怀疑。一旦力不从心或者政策摇摆，那它的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呢，还有一个必须要纳入考量的变量，
那就是囚徒困境这个模型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那就是所有囚徒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不想坐牢。切换到关税战的这个情景里呢，就是所有非美国的国家都会把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但是呢，现实世界是很复杂的，有些囚徒啊，并不是按照经济理性来出牌的。对于某些国家，某些东西可能是远比国家的经济利益要更加重要的这个不细说啊，都懂。那么这样的一种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显得很非理性的囚徒，他们的决策逻辑与模型的推测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怕坐牢，甚至会直接跟警察拼命，会做出很多警察难以预料的举动。川普团队是不是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非理性囚徒的存在呢？我个人表示高度怀疑。从川普过去的行事风格来看呢，他更加倾向于用商业逻辑和交易思维来看待国际关系，认为一切都可以用利益来衡量和交换。在他的团队里或许只有像卢比奥这种长期关注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员才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卢比奥在这场关税战里位置好像还挺靠边的。那么如果警察低估了某些囚犯不按经济常理出牌的这个可能性，那搞不好最后先乱了分寸的反而是警察自己。所以呢，美国要当囚徒困境里的警察，他就需要承受经济阵痛，承受政治孤立和长期战略风险，而且要对这个游戏里的各种意外做出足够恰当的反应。显然目前的川普政府认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或者自己是有能力掌控的。但我觉得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高风险的赌博。总归呢，真实世界里的囚徒困境并不一定就是警察占尽优势的，维持警察地位是有高昂的成本的。说不定囚徒那边还在一团乱斗，没有斗出个结果的时候，警察这边就突然自己嘎了，这种局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这样的一场全球关税战，最后大戏可能会如何收场呢？几种可能的情景我们都来列一下吧。第一种结果呢，就是美国这个警察大获全胜，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最后都选择背叛盟友，与美国单独谈判。那结果就是供应链加速移出中国，美国成功的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这个结果成立的条件是美国能够承受短期冲击，而盟友的反抗也无效，中国的反制也有限。它的后果就是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全球化倒退，同时呢，地缘政治风险激增。第二种结果呢，是警察和囚徒打了一个平手。这种结果出现的条件是，主要的几个经济体都坚决相互协调反制美国，美国低估对手的反弹和自身的脆弱性最后呢，国际关系紧张，冲突风险上升最后美国也退一步最终各方或许被逼回到谈判桌，但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第三种结果呢，就是囚徒们大获全胜。这种局面要出现的条件是美国国内的压力过大，政府不得不软化立场，大量的豁免那么关税的效果就打折扣它变得更像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一段时间之后，关税战就不了了之，但是美国的威信从此严重受损。那第四种结果呢，就是没有结果，边打边谈，一直到川普卸任也没有明确的结果。一边呢是美国持续维持压力的同时，也与其他国家持续谈判；另外一边呢是各国反击的同时，也寻求妥协，最终形成一个复杂的不稳定的关税安排和协议。这个结果出现的条件是，各方都意识到对抗的代价，但又都不愿意完全放弃立场。那后果就是贸易体系变得更加的复杂和不稳定，规则变得不确定，这对于企业会构成非常巨大的挑战。最终哪种可能性更大我觉得变数实在太多了，我现在不敢猜这场大戏如何收场，现在下结论肯定是为时过早，我们就且吃瓜观望吧。各位对这个警察与囚徒的分析怎么看？你认为川普这步棋是高明呢，还是疯狂呢？未来最可能出现哪种情景？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